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光，他冲冠一怒，只会踏破33重凌霄。你想多了，现实里，只有努力到30岁，却突然病魔缠身的倒霉牛马，没有主角光环，只能靠故事吊命。这些大男主，为啥就不能稳中取胜？得了，又烂我一本。我的书。出头会挨打，乱动会受伤啊！唉，若能重来，如满心忏悔，刺入轮回复生，下一站洪荒。不是吧？洪荒？莫非是书中那个危机四伏的洪荒？大道50，天眼49，去吧，遁去一。此乃洪荒世界，遍地杀劫，看好了。啊！我传书了，该不会是教学局吧？道友甲跌入林中沼泽，淹死了。道友乙采药惊扰巨蟒，咬死了。道友丙夺得妖丹，反被同伴被刺，砍死了。道友丁英雄救美误入仙人跳，冤死了。渡劫死，观战死，不愧是洪荒的100万种死法。感谢天道老爷的教学之道，不沾因果，文字等闲。幸好我看完全书篇章，感悟了求生法门，文字经，传书也不怕了。死中求活，知易行难。后续将是洪荒全新篇章啊！竟然是全新剧情。小天同学，我在。打开计划表。所谓稳健，不是一味躲藏，而是谋定后动。是时候了，收师妹，开新篇。就从这个变数开始吧。轰隆开辟龙凤节，万源千回弹指过。不见仙台登临阁，只闻重霄九华歌。灵娥，哎，此处便是东胜神州3界1等1的修炼之地。你看这仙山中秀慧灵，十分的气派。十分气派。灵娥，哦，小心啊！这算是一个考验，回头让你师兄把桥修补一下。灵娥，哎，师傅，都怪你师兄。许久不打理了。灵娥，今日带你入我仙门，为师要求你日后要好好修行，不可有半分懈怠，争取早日修成。是。师傅，那您成仙了吗？快了，快了。为师在早年修行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差错。随为师来。好。一会儿
就为你办理入门事宜。虽然我们这脉加上你只有师徒3人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哎，师傅，老听您提起师兄，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在仙林峰外门打杂小半年，都听到过哪些他的风言风语？我听说过他，就好像渡仙门没有这号人。这就对了。这个小混蛋呀，就爱遮遮掩掩。洪荒强者为尊，谁家的好苗子不是异军突起、扬名立万、光芒万丈？就是他，越修越没动静，越修越没动静，越……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怪不得你没有成仙呢。哎，师傅，我怎么也有点晕。小琼峰内堂一向只有我与师傅2人，一旦有外人闯入，就会自动触发我部下的机关。待我探查一番。6辰6时6根6玉，走。魂魄干净。没有夺舍，没有心魔，也没有正果。你干嘛？你那铃铛哪儿来的呀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。遗物？嗯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一点流程要走。请问啊，您这18代族谱里可有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？你谁呀？看来是没有了。您是否在公共场合发表过一些对人族不敬的言论呢？我师傅呢？你师傅又是谁呀？我师傅……放开他！师傅，师傅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是。好。谁往自家老巢布那么多机关啊？你防贼啊你？不是你可以呀，现在精进了，连软仙散都顶住了。你太小看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吃过的蒙汗药比你吃的大还丹都多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呀？小琼峰门人可杀不可辱。门人，你自己不争气，还不允许为师多一只衣钵？啊！师傅，你怎么跪下了？我也不想跪啊，但是头太晕了。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兄。我从小就没爹娘，四处漂泊。半年前被仙灵峰收入外门见习，可他说是见习，其实就是杂役。我受尽了欺辱，实在是忍不住，从山上逃了下去。幸好遇到了师傅路过。是吧？不，哎，好徒弟，仙灵峰那是横行霸道惯啊！这么好的一块璞玉，他们也下得了狠心糟践。不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给这娃娃弄的啊！这种事儿，我们小琼峰不管，谁能管呀？既然如此，请听题。
听题。你修为在化神9阶，某一天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士正在非礼一个炼气境的女弟子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啊，不是我他啊！甲冲上去弄死他，乙别人都用法宝扔他，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，你选哪个？不，哎，等一下，3、2、1，我冲上去弄死他。慢走不送。师姐，泥土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你胡说什么？请坐。上次宗门大比，仙林峰排名第几啊？要考我？渡仙门800山头，排名雷打不动。扫帚峰、破天峰、仙灵峰。那小琼峰呢？切！作为小琼峰的高徒，宗门大比蝉联第800名，你还有脸提？嘿，这耻辱柱的一半，自然也有师傅的功劳嘛。再说了，这800峰主是不是只有师傅一人没有渡劫成仙啊？不是说这么多，你关灵娥什么事儿啊？实力如此悬殊，我们还要抢人家的冷灶来烧，这岂不是横生枝节，惹祸上身？惹祸上身！我告诉你，就是贪生怕死。你死性不改，你改邪更张，你张口就来，来去无踪。你宗门不幸，你姓师兄，师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可以的。请听题。你化神9阶，男弟子化神6阶，女弟子炼气境非礼，你怎么办？扔法宝砸他！师兄！哎呦，我的腿啊！师兄，是吗？啊，那个师兄可以让我进去了吗？还不行，现在。别担心，灵娥，我是谁？我是小琼峰的峰主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实在不行，师傅就死守在这儿，那个孽徒绝对得点头。哎，多谢师傅，但是不必了。既然师兄不欢迎，那我也就不强留了。师傅您保重，我走了。灵娥，灵娥。我小琼峰峰主说了算。哎，你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？啊！我当年捡你的时候，你不比他体面多少？是，师傅当年就因为捡了我，导致自己精疲力尽，都没法专心修炼了。你少阴阳怪气的，啊！当年我道基被毁，进益本来就慢，不是靠你给我练的仙丹斗帝，我连现在的境界都稳不住。全天下像我这种没用的师傅没几个。但是像你和灵娥这种孩子，师傅见到了不能不管呀。修仙嘛，不是为了修仙，是为了做人。哟，这不是我仙灵峰外门小弟子兰灵娥吗？仙灵峰来抢人了，你不管是吧？你不管，我管。定，你放开我，女徒！别急呀，师傅，你就等着看我操作吧。什么外门弟子，不过是个入门半年还没拜师的杂役，还敢以下犯上，打破师兄的头，找死！怎么着？想跑啊？想改投小琼峰门下呀？那小琼峰也不会要你的，你这个垃圾！圆满，他为了救你打破我的头，
你要不要也来一出英雄救美啊？不敢，师兄，我去望风。你敲我1下，我敲你10下，合理吧？啊？嗯。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救这个娃娃。时候未到，别急，再等等。你等什么？等9成8把握。现在几成了？现在9成7吧。9成7，你等什么呀？不到9成8，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干什么？你松开我，让我看看呀！你打我干嘛？没有啊。谁呀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？不是。你又打我干嘛？你推我干嘛？明明就是你打我！这个是你打我！你干嘛打我？你干嘛打我？打我！你停！我们今天是来教训小兰陵娥的，你干嘛自己打自己人呢？那不是你先动的手吗？不是，行。兰陵娥，你今天跑不了。谁说他跑不了？师傅，莫急莫急，你现在还未入小琼峰师门。贫道奇缘，乃小琼峰的峰主，和仙灵峰的蒯司师出同门，我先入师门。论资排辈，你们应该叫我一声师叔、师伯或者师大爷。师什么伯呀？不就是个道基受损还没渡劫的糟老头子吗？是不是？就是。你们把这小女娃欺辱成这样，贫道不会袖手旁观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？我们仙灵峰清理门户，与你小琼峰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贫道对仙灵峰的峰规素有耳闻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有宵禁吧？吓唬我！糟了，师兄，这光顾着打，忘记看时候了。仙灵峰弟子，日落不归。打多少鞭来着？师兄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走。兰陵娥，我今天要是不办了你，我就是不走了。等等，没听见吗？再仔细听听。掌门的巡山仙鹤，掌门身居扫虫峰，巡山仙鹤，巡800山头，今日巡到小琼峰了，还不快拜！巧了，这巡山仙鹤也是我的旧识。他说了，若你们再胡作非为，戳掉你们的眼睛！戳掉！师兄，你看就你话多吧。大师兄来了！师兄，大师兄，眼看就要入夜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回仙林峰？都是他们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也是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。回去后，师傅若责罚你们，我替你们说情。多谢师兄。仙灵峰弟子袁清，拜见奇缘师伯。袁清是指客气。师伯，兰陵娥是本峰受罚弟子，依本门律令，不可转投他们。
请师伯归还兰陵娥。言情师侄，修仙修的是人，人要讲人情。兰陵娥并未正式拜师，她去何处又有何妨呢？师伯，弟子冒昧直言，方才师伯伪造掌门的巡山仙鹤，已是僭越之举。若弟子将此事告知掌门，恐怕对师伯不利呀。师侄，你这没事就拿掌门吓唬我。他来了怎么样？蒯斯是我师弟，我来了啊！扫仇者9也。望京上人座下共有9名弟子，都冠以一个9字。这位年纪不大，辈分却高，乃是扫仇峰第9名关门弟子，剑中魁、九中魁，99师叔是也。99师叔好酒，小琼峰的珍珠酿奇香无比，他一定会来。9，冲！目标小琼峰。现在有9成8的把握了。就是这个味道。来说说吧，是怎么个事儿啊？师叔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。结果还跑过来欺负我。师叔，99师妹，我可以作证。眼见为实，把这个小姑娘打成什么样了？那他还把我师兄的头……人证物证俱在，元清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师叔，弟子愚钝，偏听了一面之词，害了灵娥师妹。弟子知错了。灵娥师妹，之前都怪大师兄让你蒙受了委屈。啊，既然是非已分，你若还肯随我回仙林峰，我定在师父面前为你澄清。不是你们让我走的吗？那我现在就是走了。哎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小灵娥可没有正式拜师，她想去哪里都是她的自由。元清，你怎么看？他是来给小琼峰撑腰的。那，就依师叔所言，你们霸凌同门，门外私斗，还夜不归宿，仙灵峰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，都给我滚回去领罚！是师兄。站住！完了。弟子处理的有何不妥，请师叔明示。你打碎这一坛好酒，不跟他赔罪吗？这，弟子甘愿受罚。石坦，现在就赔！不白来呀！谢了，回。师傅，我真的安全了。哦，天哪！哎，那今天那个99师叔怎么突然那么就正好的路过，而且他还正好把我救了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仙鹤，这都是师傅安排好的。师傅，真的。还有灵娥，你是真傻呀！那是他。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？啊？什么？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士正在非礼一个女弟子，你冲上去杀她，你又怎知她没有隐藏修为？能做出这种龌龊事的禽兽，会那么实诚吗？那我扔法宝砸他也不对吗？那你又怎知对方没有法宝？若对方是个大仙，法力高于你，你把他惹恼了，你又如何脱身？更何况你自己也是一个女弟子，若是那禽兽反过头来非礼你，你又能怎么办？洪荒世界，诸事难料。你以为你在救人，实则是在害己；你以为你在行善，其实是在自取灭亡。爱会生恨，助也是害，浪终成残。
那我错了。想要活下去，只有一条法门：远离一切是非因果，专心保护自己。要是人人都保护自己，人人不害他人，这世界不就美好了吗？所以，知道答案了？我知道。大声地告诉我，你该怎么做？我装没看见，去找师兄。师妹，请。当当当当当当！哟，咱小熊吃那么好呢。来，哎，师傅，嘿嘿，是不是得先喝个茶呀？啊？敬这老树发芽，再添新丁。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你。乖。师兄，请喝茶。你这个小子是不是早就猜到仙灵峰会来抢人啊？为什么师妹留在这儿，那么早我得过这关？师兄，原来你早就想留下我了，那你设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这师兄啊，什么都不学，但是阴险算计这块，他渡仙门称第2，没人能数第1。我告诉你啊，一字记之，稳。师兄，你实在是太稳健了。传说，把那个盖子打开，特地给你做的。不会是整我的吧？自己都忘了吧？今儿是3月初7，你的生辰，我捡你的日子。师兄，生辰快乐！万缘千会弹指过，争斗干什么？啊！天地苍茫，要和平。跟着我回去，天天有饱饭吃。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？买空的猫。修道之人，应心存善念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没。这小屁孩蛮重的嘛，就他，感觉身体底子比我还好。喂，后面人跟上没？师傅，这30寒暑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你太恶心了你！啊，老天爷，把我这孽徒收了吧！那这不收了？哎，也是。灵娥也留下了，今天长寿又是过生辰。哎，喝点酒。哎呦，我往哪儿走啊？百年的珍珠酿。站住！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百年珍珠酿，你是不是给酒了？师傅，你知道我存了多久吗？是的，烈酒方长，别喝酒。你这个礼没让我省一点心，我这。娘，大哥，我到新家了。师兄不会被打死吧？哎，师兄，怎么样？师傅在里面发火呢，多长时间了？年轻，为师这80金鞭是罚你自作主张，落了仙灵峰的面皮，你
身为大师兄，总得给师弟们做个表率吧？弟子知错。本座虽离金仙还差一步，可他齐元又算什么东西？等我腾出手来，就能让他灰飞烟灭。师父，不过经此一闹，也并不是没有斩获。你且说说看。自始至终，掌门都未曾出现，却又做下99师叔代言，由此可以推断，掌门他老人家还在闭关。忘情一向守时，从不推迟出关。莫非是遇到了什么难题？弟子以为，非常之时，自有非常之机。整个仙灵峰上，能得为师信任的，唯你一人。3年后的历练大会，就是你代表仙灵峰大放异彩之时。有为之徒，才有在仙灵峰待下去的资格。那些不成器的弟子留在仙灵峰，也只是行尸走肉。你是大师兄，斟酌着办吧。姚满是罪魁祸首，大师兄定是杀鸡儆猴才对。这人废了，抬下山去吧。赶紧把他带走。小天同学，我在。打开界面。我还有最后一个提示。提示？你将去往大劫前夕，化身修仙师李长寿，历经万般因果。大劫？漫画没写到这儿啊。洪荒世界将有天下大劫，届时毁天灭地，尸山血海，人间将化为地狱。这天下大劫，李长寿，你喜欢吗？当这道日晷转过一圈，天下大劫就将开启。世间一切因果，最终都导向天下大劫。切记，切记。那这玩意儿要是坏了呢？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时候已到，你即将成为李长寿。哎，是。那我怎么样才能活下去呢？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生出一个因果，每一个因果又都将你引向一个决定死生的结局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啊。我上辈子重病缠身哦，这辈子呢，我如何才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？天眼四九，遁去其一。你需找到接管苍生之地。那又是什么呀？天庭。
天庭。这33年，我一刻也不敢松懈地练功、炼丹、炼气，并凭借现代知识，做出了许多超越这个时代想象的器物，勉强有了一些应对的把握。天道啊，天道！自那以后，我已经做了33年的李成寿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从不沾任何阴谋，狗猪不浪，潜心发育，就是为了攒够地牌，能够在那天下大劫之前升上天顶。你说一切的因果都会指向大劫，大劫之后，一切都由天庭掌管。小天同学，我在。打开计划表。灵儿师妹，希望你不要浪费我的脑细胞啊！契机就在3年后的历练大会。雷无邪，住手！这江南段家虽然比不上唐门雷家堡，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世家了。这长子死在这里，不太好吧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死在雪月城。我控制不住这股剑气了。天涯路上，有你在身边。风花往上面，晚霞映红你侧。你有一柄好剑，跟着我一起来。藏着执着的信念，英雄从不轻只用此双挽流年。异乡的热血，去飞入青天，将心向明月，往事化作尘烟。花开花落已缠绵，这才是真的风雅。水波淡淡说这是若一剑舞。将军叶家在战场上所创舞蹈，这个剑舞分为上下两谱，上谱曰云门，若行云流水，闲庭漫步；下谱曰杀阵，杀气横行，千里可闻。这一舞，想必便是云门，只是有舞无乐，似乎有些可惜了。好琴技啊！的确是好琴技啊。司空兄，我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答案。你要的东西，我会给你。真的？借萧一用。如见轩，谢轩。不用顾虑我，此生能见一次真正的若一剑舞，是我的荣幸。
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无期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拓曰仙子迎风逆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不懂七种之事，不过这样的开场白，是不是略显得有点烂？烂到令人发指。哎呀，今日能见到雪月城的少年子弟，才知道江湖第一城不是妄言啊！就此别过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才刚来，你就要走？就真的这么怕我？相见不如不见，不见如相见，眼虽不见，心已见。死书生，凶女人！师傅，晚上好啊。刚刚我在苍山上，忽然望见此处有一道剑气，这一剑不错。师傅，你夸我呢？但是，是谁允许你下山的？师傅，我来履约了。我有3件，请君试之。好。第一件，雪月剑仙所传，月溪花尘。很好，雷轰在你这个年纪，剑术不如你。师傅，这一剑，徒儿算是接下了吧？勉强算是接下了，不过，只有这个程度的话，你接不下剩下2剑。只有用这个办法了。剑回！剑相通，能到这个地步，
你们的这个师弟啊，入自在地境了。第二剑，双手剑术。其一，雷门剑客，雷轰所传；其二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指云烟。这第二剑，请师傅试之。好，为师也赐你一剑。这一剑也有一个名字，叫平地一声雷。接得不错，不过你这双手剑，应该是原本准备的第3剑吧？要是没有更强的剑，那么今日的试剑就……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第3剑，我姐姐所传。走，刺剑，你的右腿要弯一点，眼睛看前方。好。3才剑法，平刺。刺。扫，收回来。早就知道了。姐姐，还是那么爱哭。小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姐，这个是？这个是母亲的青龙令牌。20年前，父亲母亲保着当今圣上，杀入了平清殿。后来父亲受封成了8柱之一，远征南绝，死在了战场之上。而母亲，则和其他3位不愿做官的江湖人士，受封了这天启4守护的虚职。母亲列东方卫，代号青龙。青龙，听起来很强的样子。我曾经很讨厌这块令牌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块令牌害死了母亲。可它终归是母亲的义务。母亲的事，师父也不肯跟我细说，我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。但是我也不知道，母亲为什么要在我那么小的时候，把我独自一人丢在雷家堡里。那是因为母亲看惯了这天启城中的阴谋诡谲，她不希望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。她希望你不如回到江湖之中，自由自在的成长。
远离纷争。是这样吗？又或者是，母亲可以提前就预料到那一天的到来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母亲在位列天启4守护之后，一直尽心尽力保护皇城，直到那一年，震惊天下的琅琊王谋逆案爆发。琅琊王本是国之栋梁，多次帮助北离击退男爵的入侵，乃是世人敬仰的大英雄。可他突然就入狱了，罪名则是谋反。那他到底谋反了吗？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。可琅琊王自入狱之日开始，就保持缄默，他没有再说过一句话，没有认罪，也没有为自己辩驳。审讯他的天启7御史中，有3人认为他是无罪的，可第2日都被发现死于家中。这是明德陛下让他死，所以不需要理由，甚至不需要证据，只是他被问斩法场那一日。怎么了？母亲出现了。你是谁？青龙使。李新月，你也要谋逆吗？我本不曾想谋逆，但陛下却逼着我谋逆。哼，疯了！拿下！王爷，城内3万琅琊军由叶笑英召集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拔得。王爷，北离境内80万琅琊军也在等您的一声令下。青龙使闭关多日不见，看来是修了剑心诀呀。可剑心诀就算是再强，以你一人之力想劫法场，哼，未免也太天真了吧？国师，你在看什么？我看到了一道剑气。剑气？此剑气势可摧万城。哼，什么样的剑能摧万城啊？嗯，孤乃天子，岂能退凡人之剑？剑仙之剑可摧万城。剑仙？哦，他到了，陛下速退。何人？大胆李寒衣，你莫以为自己进入了剑仙境界，就当真天下无敌了？雪月城的2城主，青龙使的女儿。说吧，有何需求啊？下面的这2个人，我要带走。可以，但只能带走1个。新月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，好好活着。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
这就结束了吗？虽然不甘心，可琅琊王的生命的确就这么终结了。母亲在那一战中也元气大伤，在我将其带离之后没多久，也就因病去世了。嘿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这才过了1日，你怎么又逃下来了？自从我接了我姐3剑之后，便不用在苍山上继续练剑了。我姐说，只要我每日花几个时辰专心练剑，剩下的时间可以在雪月城自由安排。嘿嘿。摘下了师傅的面具后，相认了姐弟的身份，倒是变得宠溺起来了。看来这天底下的姐姐都是一个样子，雪月剑仙也不能免俗。哎，你怎么对雪月剑仙是瓦解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呢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雷门的人，李寒衣是雷梦莎的女儿，你们本就是血亲，只是关系亲疏的问题罢了。传闻新剑传人李新月是江湖4大美人之一，且极为聪慧，怎么就有你这样的傻儿子呢？哎，那不是还有我爹吗？哎，我爹雷梦莎怎么样啊？战场之上身披银甲，脚踏神驹，是个鬼神般的人物。那战场之下呢？话痨起来闯祸，琅琊王对其十分头疼。哦，我就是我爹，不对，我随我爹，我姐随我娘亲。所以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哦，对了，你对雪月剑仙是我姐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，我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让你惊讶到下巴都掉到地上去。是吗？萧老板，我天下白小，能让我惊讶的事可没几件。千落师姐要嫁人了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很惊讶？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？那自然是听我姐说的呀。所以千落最近忙着找夫婿，哪儿来的夫婿啊？他最近抓紧练武呢。刘姐，我有点不太习惯我们现在的对话方式啊，总感觉你我的身份好像反了。以前那个平时一问三不知的人，不应该是你吗？哎，那是平时我都让着你的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我就一口气说完。这事儿就要从3年前开始说起了。那年千落师姐及笄，江南段家少主前来求婚，请了10个门派的长老，段家上下3辆马车的聘礼来雪月城订婚。那3城主自然是看不上段家那小子了，于是想了一个缓兵之计。莫不是比武招亲？哎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猜得出来。啊，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比武招亲，而且算到现在，就是3日之后。既然是他们比武招亲，司空千落亮我做什么？唉，那是因为千落师姐又加了一条规矩，说那人必须还得打得过她才行。那段家自然是不同意了，说什么女子嫁夫须得温婉庄闲，不应该执迷于舞刀弄剑之事。于是呢，这条规矩就做了一些变更。若是雪月城的弟子拔得头筹，就还得过师姐这一关。明白了，这司空千落压根就不想嫁，他是让雪月城弟子先赢下来，他再上去把人给打下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萧瑟，你这么着急拉着我去找叶姑娘，想好理由了吗？要有什么理由啊？你就路过此地，有些口渴，讨口水喝。你若只想讨口水喝，那你可有口福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上好的红山朱颜，配上苍山上化开的雪水来烹煮，这味道……哎呀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也是，对牛弹琴。哎呀，哎。
果然是好茶。对了，若依姑娘，昨日有没有见到楚河？见到了，不过他跟从前相比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以前他说话总是朗声高语，眉眼飞舞着，似乎对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绝对的自信。可如今的他，变得沉默懒散了不少。是啊，楚河是变了不少。那他有没有和你说说，这些年他都去哪里了？他说他开了一间客栈，在一个背靠青山、面对绿水的地方。若依姑娘，我和萧瑟路经此地，进来向若依姑娘讨杯茶水喝。若依姑娘，打扰了。小兄弟，不必客气，坐吧。哎，敢问这位小兄弟尊姓大名？哦，在下是江南霹雳堂的弟子，刚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原来是雷门弟子啊！你干脆把你生辰八字也报出来算了。你也来了？路过，陪这位小兄弟讨杯茶。啊，有的有的，只不过我这煮茶的手艺有些生疏，怕不是浪费了这上好的红山朱颜。哎，我不怕糟蹋，反正我也喝不出来。雷兄弟，你不怕烫吗？啊，我练的功夫叫火灼之术，这茶水的烫算不得什么。哎，若依姑娘，再来一杯。那我给你倒杯热水算了，省得浪费这红山朱颜。萧瑟，我刚才是因为口渴我才一口喝的，这品茶我也会的。哎，方才若依姑娘跟我说，昨日她已经寻过你了。啊，若依姑娘昨天去找你了？找我？哦，昨天若依姑娘也路过我的小院，也进来喝了杯茶。顺便问了一些我关于天启的事。那便好。若依姑娘一个人在雪月城，作为天启城的亲人，就应该多关照关照。若依姑娘，本王所托之事，还请多费心。啊，若依记下了。那本王就不打扰各位叙旧了，告辞。藏明，我们走。萧瑟，那白王的部下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我们合不来吧。你喝完了吗？喝完咱们就走。啊，不妨多坐一会儿吧。对嘛，若依姑娘都邀请了，咱们就多坐一会儿吧。对了，我昨日去药房取药，听到他们在讨论登阁的事情，不如你们给我讲讲。说起这登天阁呀，我一人直冲16层问见雪月剑仙的故事，那还真是有趣的很啊。只见那13层守阁者骆明轩，他不和我比武艺，他要和我来一个赌局。还有我见到我师叔之时，我用尽了雷门所有绝学，还有我师傅给我的那一柄纱布剑。到了16层，我登高一吼：“霹雳堂雷无节，问见雪月剑仙。”哎，等等，这登阁是你一个人的故事呀？萧瑟兄弟呢？他在干嘛？
他呀，他在跟千落师姐捉迷藏呢，还去算了个命。对，算命？算什么命？哎，对呀，小瑟，你算命算了个什么呀？我算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龟。龟？那结果如何？没有结果，因为算到一半，我后悔了。既然你都去算了，为什么不问结果？因为后来我发现，我要算的这件事，我一直都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他肯定是在乎钱啊！那望城山的掌教弟子算一卦得多贵啊！你说的对。啊，还真是因为钱啊！你这登天阁的事迹也讲完了，咱们走吧。真是3句不离走。行吧，行吧，若依姑娘，那我们就改日再来看你了。日日来也无妨的，我这院子里冷清，你们来了还能陪我说说话。行，那我明日就来。不，明早就来。走了。走了。龟。